3DO。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前几天的投票 Expansion 版本是遥遥领先，所以说今天咱们正式开坑。这个版本的作者是圣龙大佬，也就是刚出圣龙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B 站搜索下载。如何形容 EXP 版本呢？它是一个有着原版的内核，但是种族还有新东西比较多的版本。里面的新种族有10几个。如果你觉得深渊号角新种族太少，而且追随神器有过于的花里胡哨，那么你选择这个准没错。没玩过的朋友也不要紧，听 UP 主的派系介绍视频就当是看炉石传说的 DIY 了。当然每一个版本它都不是十全十美的，既然有10几个新种族，那么平衡性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。一些种族的动画流畅度肯定也不如久经打磨的港口与工厂。今天咱们要讲的第一个派系叫做教廷，它也是当年深渊号角的废暗种族之一，甚至有传言称深渊号角的第一个种族就是教廷与港口的竞争。只不过现在深渊号角制作组是不愿再提起教廷的往事了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教廷和我没有关系。教廷无论是现实还是背景都是被遗忘的可怜人。看过 UP 主剧情视频的朋友想必还记得一个情节，那就是在光复战争的时候，墓园曾经对城堡发动了偷袭。尽管咱们开上帝视角知道当时的城堡正忙着对付地下城和地狱，但是饱受亡灵肆虐的北部地区人民却没有上帝视角。在他们眼里，埃拉西亚是实打实的放弃了他们，颇有一种圣光背叛了我的感觉。尽管最后城堡也是成功的收复了失地，但是对这片区域的创伤则是无法弥补。因为教廷的人民都受过亡灵的压迫，所以说天生的反感亡灵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肯定不可能和城堡坐下来好好谈，所以说他们和城堡的关系就是城堡看他们是异端，他们看城堡是为富不仁的坏蛋。尽管教廷的地盘非常小，但是他们既反墓园又反城堡。UP 主对教廷的评价就是尽管他们魔怔，但并不坏，他们应该属于中立阵营，因为既反城堡又反墓园。教廷有2个特殊建筑，首先是告解厅，效果是让驻守的部队士气加2，但教廷也有自己的兄弟会。第2个建筑 UP 主就非常喜欢了，建设之后每期视频观众都会给 UP 投2个币，每天向你提供350黄金。有时候想想这个币投多少才叫多呀？说到底大家投币都是为了 UP 主更好的更新视频呀。除了这2个建筑之外，教廷的神器建筑也非常不错。教廷是偏火系的，建设神器之后可以让所有英雄都获得高级火系魔法，同时守城战当中增加10点攻击和力量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教廷的兵种，他们的模型大部分都是当年深渊号角的废暗。1级兵警犬战斗力不如城堡的枪兵，由于教廷的人意志都非常坚定，所以说他们一般不吃心智魔法。这个兵种确实非常的好用，因为它就卖50金币，而且有8点生命值。地狱的小怪物真的是残酷了，升了级之后它凭空的多出来了一个人，这样的升级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升级之后售价65金币，生命值也变成了10点。他们1周的产量是16个，而且在价格方面，它和骷髅勇士、洞穴人还有大狼人差不多。战斗力那肯定是不俗的，并且它也有强哥的特技，攻击20%的概率让目标染病，并且它的速度是6速，机动性方面比带兵要厉害，定位也比较类似于城堡的带兵，后期带兵怎么用它就怎么用。2级兵是刽子手，升级之前叫屠杀者，它的售价是110金币，每周产量8个。属性方面是一个速度快一点的强哥，定位比较像港口城的水手，它的特技是忽略目标5%的防御力，这个算法是4舍5入的，也就是说你打一个小怪物并不可以降低它的防御，所以说这个特技只要是不打高级兵基本上没有用。升了级之后生命值变成了20点，杀伤力变成了3到4。刽子手的属性非常的扎实，一般的2级近战兵不会是他的对手。升级之后它可以忽略目标10%的防御，并且它的攻击有20%的概率造成撕裂，这个撕裂的效果就是降低目标的生命值上限。整体的定位比较像一个大号的海员。3级兵是猎巫人，一看这个造型就会让人想到港口城的海盗。没升级之前属性和一个没升级的大地差不多，
它有一个远程反击的技能，而且无视近战惩罚。它的远程反击和枪手的不一样，枪手的是先制反击，它是被攻击之后才反击。单看属性的话，没有升级之前是不如显眼的。一般来说，这种脆皮弓箭手都非常依赖于升级。升级之后叫做猎魔人，由于叫做猎魔人，所以说他对一些魔物是死敌关系。攻击阴森女妖还有美杜莎，伤害会提升 50%。教廷就是勇呀，有事他真上，不仅反对墓园和城堡，和地下城也不对付。升了级之后，生命值变成了20点，整体用起来的话要比显眼厉害。这是一个会升级的，升了级提升生命值。隔壁的半兽人表示，我也提升生命值，你怎么不夸我呢？4级兵是飞蛇，它的造型有点像中古战锤里面的天鬼。教廷无论是 BGM 还有城镇背景都非常的压抑。兵种造型方面，感觉当年没有竞争得过港口也是有原因的。现在深渊号角制作组已经不愿意再提起教廷，所以说基本上咱是不可能再在深渊号角里面见到这个派系了。飞蛇的属性非常的扎实，作为一个4级飞行兵，它有45点生命值。同时它免疫恐惧，攻击 10% 的概率让目标染病，并且它没有升级的时候就有9点速度，升级之后速度更是直接来到了11点，并且它的攻击会对目标释放驱散。整体的定位比较像龙鹰与雷鸟的混合体，这2个兵种的含金量我就不用多说了吧，无论是前期的抢速还有开荒都必不可少。我们教廷也有自己的僧侣，俗话说黑话强3分，教廷的僧侣也要比城堡的厉害不少。没有升级之前，攻防杀伤力虽然差不多，但是生命值比僧侣高出来了10点，并且人家不用升级就有近战杀伤力不减。升了级之后拥有了很多的特技，战斗力方面也是甩开了祭司2条街。他的圣言是死亡之云的正义版本，如果攻击目标相邻有亡灵单位也会一同受到伤害。除此之外，人家杀伤力恒定，近战杀伤力不减，生命值也有40点，战斗力是完全可以保证的。这样来看的话，教廷的远程配置要强于城堡。6级兵就更是重量级了，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6级兵。圣武士强就强在它不仅很厉害，而且卖得很便宜。没有升级之前的攻防就已经冠绝6级兵。算上高级祈祷的话，它相当于20点攻击、22点防御，还有10点速度。就以这个战斗力，没有升级之前就能打得过飞龙王、毒蝎师，甚至是独角兽。升了级之后叫黑暗圣武士，他立志做黑旗第2。他被圣光包围，这个圣光是一个不可以被驱散的高级祈祷。这样算下来的话，它相当于22点攻击、24点防御，还有11点速度。杀伤力也是和黑旗靠拢，两者完全一样，并且它免疫去除辅助的魔法，并且还有抢先反击。如此强大的兵种只卖1100金币，个人感觉定售价的话，它应该1300比较合适。硬实力方面要强于城堡的白旗。正是因为有它，教廷的全兵种对战能力非常不俗。7级兵是暗天使，看这个价格就知道它的属性肯定不如城堡根正苗红的老天使。如果教廷硬要选个挖囊废的话，暗天使敢说第1，没有人敢说第2。这个属性和小天使相比，不能说是差不多吧，也只能说是单方面碾压。然后它只比小天使便宜200块钱，这样的设计有一点黑色幽默成分，目的就是让这个单位极其依赖于升级。没有升级之前，你买了就是上当。升级之后，虽然属性还是不如大天使，但是咱属性不够，特技来凑。它的攻击可以造成20点附加魔法伤害，也就是说50个堕天使光靠它的惩戒技能就能干掉一个圣龙。同时它也是大天使的死敌，由于特技多有额外伤害，并且速度比大天使快，它是真能和大天使掰掰手腕。它的天罚技能可以降低目标5点攻防，还有 20% 的生命上限。同时它也可以释放救赎魔法，3回合内提升目标 25% 的生命值上限，并且获得恢复，这就是牌面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教廷的英雄，首先是进攻特安德烈。我知道大家想什么，这个英雄反正我玩的话是100%的首发，后勤加进攻，这含金量我不用多说了，什么肯洛哈格、甘德鲁都得靠边站，这才是最强的进攻特。然后是圣武士特冈萨雷斯，看过UP主兵种特特长加成算法的朋友想必知道，
特长的兵种在同级里面属性越高，它增加的数值就越多。圣武士升级之后，攻防都突破了20点，它的特长加成非常的高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它开局带了一个领导，这倒无伤大雅，毕竟城堡的很多英雄都有领导。再加上它有一个战术，感觉整体质量和塔里斯差不多。这位是教廷的富婆亚历克西亚，理财外加金币特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他在教廷的地位就像丽娜在港口的地位一样牢不可破。这位是刽子手特卡瓦耶罗，他是一个来自要塞的豺狼人，开局后勤加驯鹿，后勤学是一个万金油，只要开局带着，这个英雄再差也不至于差到哪去。不过有安德烈珠玉在前，这个英雄我是不会首发的。这位是菲舍特莱奥诺，本作里面学习能力获得了巨大的加强，像学习能力、鹰眼术、急救术之流都变得能用了。关于这些改动，我也会专门出一期视频。UP主这是第一次开坑3代的 MOD 作品，大家多多的点赞投币啊！话又说回来，这个学习能力即使是加强了，它也不如土系还有后勤，顶多就是学了觉得不亏，大家懂的都懂。这一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他在4代也有出场。之所以 UP主印象这么深刻，是因为他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。纳萨尼尔的冈板特是初级领导加初级防御的配置，整体实力和孟菲拉是差不多的。个人感觉实际用起来的话，他是不如工厂族的杜丽，但还是那个问题，人家长得帅呀。这就是教廷的配置，进攻防御都有，整体的质量方面是甩开了城堡的一大条街。接下来这个是猎巫人特卢塞洛，猎巫人是一个远程兵，但是他开局没有剑术，取而代之的是防御术和战术，找不到任何毛病，是一个非常强的兵种特。接下来是教廷版的索格灵冯费德勒，开局防御术加抵抗力的究极防御，和索格灵相比，你不用担心他3级技能数就会偏，整体上要稳定许多。教廷无论是战士职业还是法师职业，4系魔法都可以学。这位法拉比克他居然是一个天使，特长非常的不错，提升你部队的生命值 5%， 并且它有保底限制，最低提升1点。教廷的低级兵都不是很脆，去地狱发展应该会更好。让天使去地狱，UP主这是何等的异端，绑柱子上烧掉算了。智利特弗朗克杰，智利无论是原版深渊号角还是这里，都属于那种典型的学了也不觉得吃亏，不学呢也可以。初始技能方面也是智慧术加智力标准的智力特配置，地狱也有一个智力特，但是异教徒开局的知识只有1点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谁更厉害一目了然。虚假的火球特，开局的魔法不够用1次连珠火球，真正的学霸开局有3点知识，连珠火球能用2次。连珠火球被称作挖囊废，至少有一半的原因在夏洛克斯身上，而这位同志则是妥妥的学霸，想玩火球的话一定要选这个英雄。冰环特卡梅利亚又是一个强于冰环妹的英雄，开局有水系，并且知识是3点，可以用3次冰环。通篇看下来，教廷就没有几个窝囊废英雄，这些英雄放到元素城当元素使也不缺才。这位加布里埃尔是我最喜欢用的教廷法师英雄，不仅颜值高，而且开局有土系，还会迟缓大法。阿土伯什么待遇，他就是什么待遇。特长是敌人减1点运气，和阿土伯相比，阿土伯更适合于前期，加布里埃尔更适合于后期。接下来是降低敌方1点士气的阿曼达，这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开局带了一个领导术，在将星云集的教廷里面排名就非常靠后了。虚弱无力特雷娜，在他出现之前，原版有2个虚弱无力特，一个是奥利玛，一个是麦林德，这都不需要拿来比较，更何况他开局还有一个水系魔法僧侣特派伦西亚。首先，教廷的僧侣要远远的比城堡的支棱，其次他开局有气息而且开局还带了一个圣杯。UP主第2喜欢的主教英雄。本期视频是第一次开坑，讲的内容比较多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一定要点赞投币，这个坑会继续更新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